新嫂子也太不像话了，她那2个弟弟也是不知礼数的，果然商人家出来的，没啥教养。别瞎说，我们大哥根本没同意，林家的昨日才寻上门，也没拜堂成亲，怎么就成新嫂子了？再说了，大哥非思绪表姐不娶，那女儿想当我们嫂子，也得掂量掂量她几斤几两。反正我就想思绪表姐当我大嫂，一个死了爹娘的商户女根本不配。哎，嘘！昨晚啊，我偷偷听到了爹和娘在小声商议，说商户不好听，但做生意的人家赢钱多嘛。你看看新嫂子昨天乘坐来的驴车多气派，驴是没马值钱，但有2头驴呢。有了驴车，村子里的人还不得处处巴结我们家？折了吧，那女人估计也就驴车有些用。你看他们姐弟3人穿的用的又破又烂，哪里像有银钱的样子啊？娘昨天也这样说啦，但爹说这还不是因为兵乱金陵郡失守吗？仓促逃难出城，光路上就耗费了几个月，想不破烂也不可能。但爹还说了，烂船还有3斤钉，做生意的商户人家哪怕逃难，手上的银钱也要比庄户人家多嘞。林润润，没大没小，要叫姐姐林安安。话一出口，茅草屋里的一大两小顿时齐齐愣住，看来他们仨穿了。姐，是你就好，我真怕我和哥穿来了，你没来。姐，你快试着想想有没有原主的记忆，我和哥一丁点都没有。他很努力地想了一圈，然后肯定地摇了摇头，没有，除了自己的记忆，没有原主的任何丁点记忆。没事，既然没有记忆，我们待会儿见机行事，多看多观察，少说话，尽量套他们的话。刚才外面的人说我是商户女，我们家是做生意的，还说金陵郡失守，我们这朝代的爹娘没了，估计是用了大力气在封城前将我们姐弟3送出城。听他们话语中的意思，2头驴的驴车非常难得，所以他们家一边嫌弃姐姐商户女的身份，一边又舍不得放弃这到嘴边的肥肉。既然我们是在这儿做生意的商户，爹娘有能力在战乱封城之前送3个子女出城，且置办了2头驴的驴车，他们无论本事还是钱财，应该都是厉害的。可能真如门外人所说，我们除了驴车这项固定资产外，还有其他银两。等离开此地之后，我们仔细找找。唉，华国也才安稳了几十年而已，100年前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。看我们穿的衣裳，应该是在古代，古代哪有好的？怕是还不如100年前的华国。他不怕吃苦受累，他只怕护不了姐姐。唉，可惜了我们的养鸡场，足足1200只走地鸡啊！听到林安提起养鸡场，林润润顿时听到肚子咕噜咕噜的叫。要是我们置办的家当也跟着来就好了。林安、林泉无比赞同的点头。在2人点头的瞬间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一座青翠山头出现在3人面前。在腰处的平地上，北方有3间仓房，最左侧是储存鸡蛋的房间，中间是存放玉米、大米、小米等口粮的地方，最右侧则是孵化小鸡仔的房间。北方和南方的中间地带有大概半亩约300-400平方的菜地，分成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块状箱地，菜地旁边哗哗哗的水声，山涧处流淌下来的泉水到平缓的菜地旁汇集形成一处天然泉水池。在朝南处伫立着3间砖瓦房，两侧房屋里衣裳被褥、日常用品样样俱在，而旁边斜搭建的厨房小屋里，柴米油盐也是满满当当。一转念间，就见面前递过来一颗包好的茶叶蛋，以及一颗圆滚滚的新鲜西红柿。快吃！林安、林润润二话不说的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3-5个茶叶蛋，一个大西红柿下肚，3人肚子终于没那么空了。又顺手从泉水池舀了3杯泉水试试效果，不知道是肚子饱了有力气，还是泉水真的发生了转变，反正3人现在精力十足。我们的养鸡场，我们置办的家当都跟过来了，太棒了！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穿越必备的空间呢？里面的东西能拿出来，亦能放回去。我刚用茅草试了一下，也能放进去拿出来，说明以后我们在这个朝代挣的银子、买的吃食、置办的家当，通通都能放进去。你说我们穿到哪个朝代了呀？林润润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名字。等等，思绪表姐，像不像我们昨天看的小说中的柳思绪？结合前面分析出的信息，一步步的全部对应上了。3人圆碌碌的黑亮眼眸逐渐睁大，嘴巴不自知的张开。老天，原来他们不是穿越到未知名朝代，而是穿书了。
姐，你要是女主林润，我们连夜扛着驴车跑路。别急，别慌，稳住。刚他们说林家的昨日才寻上门，大哥没同意，也没拜堂成亲。从这句话上看，我们昨天才到，一切都来得及更改。身为当事人的林润润，反而是三人中心态最平稳平和的。他可不是原主，男主别想拿捏他。林家新上门的，感受到日上三竿啊！这知道的是要嫁进来当媳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直接当婆婆享福嘞。走吧，出去会会这一家子占便宜没够的极品。不要想着我将要嫁个什么东西，而是要让他们知道即将娶个啥玩意儿。姐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我们有经验。别人家的亲媳妇上门，哪个不是早早的起来伺候公婆，煮饭洒扫，恨不得把家里家外的活全包了，偏偏就他郡城来的娇气。长辈就是长辈，小辈就是小辈，小辈要伺候长辈，哪怕城里大户人家的小姐也是如此，别打量我们不知道。那是你们见识少，譬如说我们家吧，我姐从小娇生惯养，啥也不会，那别说伺候公婆了，不让公婆伺候她就不错了。顾灵顾当震惊的倒抽一口凉气。我就奇了怪了，难道在我们来之前，你家的活都不需要干，你的爹娘不需要人伺候？怎么我姐一来又要干活又要伺候你爹娘的？之前的人全死了吗？还是你爹娘不能动弹，需要人伺候啊？堂屋里传出来一声警示意味浓烈的咳嗽声。两位姑娘慎言，无媒无聘，也无拜堂成亲，怎么能和别人家的心腹相比呢？况且我和两个弟弟正准备告辞，以后大家还是桥归桥，路归路吧。桥归桥，路归路什么意思啊？世道乱得不成样子了，他们还敢主动提出离开，这是不要命了吗？同时响起两道开门声，他本能地朝院子门处看去。推门而入的男人修长挺拔，圆臂丰腰，胸膛厚实，另一只手拎着一串用草绳穿起的鲜鱼，足有5、6条之多。姐，这个男人不错。别想了，凤凰男不能要。堂屋内，柳荷花老太的脸上现出恐慌。儿呀，快过来！你说林家丫头是不是要走？老头子，你也快过来！这一门亲事虽说是林家和他那短命的小姑子顾红定下的，原本应该是顾红的儿子顾清止，但顾清止无家产无钱财，一无是处，哪能和他15岁就中了秀才的长子顾清礼相比？昨日我让你别安排柴房，你不听，现在好了。我说安排柴房压压林家人，让他们知道将来谁做主，以及顺势敲打敲打他们，把带来的钱财别藏着掖着，以后是一家人，一个锅里吃饭，那些银钱当然得交给当家的保管。老头子你也是同意的，怎么现在全成了我的不是了？爹娘，别吵，依我之见，林氏女只是故意试探，无非是想引起我的重视罢了。婉儿说的对，昨天林家丫头目光恨不得粘在你身上，今天哪能说走就走，定是那啥使手段嘞。刘荷花立马笑开花，自信心爆棚的迈着大步走出堂屋大门。铁柱，待会儿你态度软和些。听到这个小名，顾清礼眉头又止不住的跳了跳。爹，你明知道我的心里只有思绪表妹，别的女子我都不要。刘思绪，我劝你想都别想。你舅母知晓我们家有银钱，开口便是20两银子的聘礼。你满村的打听打听，谁家娶媳妇要20两银子？爹，20两银子我会自己挣，我只要思绪表妹。反正娘会偷偷给他银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林氏女无需聘礼，且她姐弟逃难过来，所剩的余钱即便不多，也有10多两碎银子。这大山村最好的良田6、7两银子一亩，次田3、5两银子一亩。我们家10多口人才6亩2田9亩4田，就这还全是你姑姑带回来的银子置办下的。如今只要你娶了林氏女，我顾家的田地最少还能再多一半，这还不够吗？爹，和我终生大事比起来，3、5亩田地不值得一提。况且我身为读书人，以后自然是要步入仕途的，娶个商户女有损读书人的清名。爹让我以后如何在同窗以及官场同僚中自处？好好，不说田地，这林氏女带来的驴车你看到了吧？那可是2头驴，以后你去书院读书，去郡城赶考，不用辛苦步行了啊！还有，林氏带来的10几两银子，你在书院读书的银两也是你姑姑遗留下来的。但是你去郡城以及后面赴京赶考的盘缠，穷家富路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？顾清礼漂亮的脸上乌云密布，嘴上却不再反驳。自古以来娶妻娶贤，
那妾那色，林氏女姿容绝美，当个妾室倒好。只能委屈思绪表妹了，让她和其他女子共侍一夫。见儿子让步，顾老爹不再开口，反正儿子能退让一步，他就能退让2步。今日的鱼比起上次啊，小了不少，家里还多了3张吃饭的嘴，一天天的没一件顺心事。不用发愁了，我姐弟3人正是前来辞行的。哎呀，丫头说什么傻话啊？外面世道乱成啥样子了？你们姐弟仨比我们清楚啊！你一个女子，若是遇到那些流民兵匪，可如何是好哟？再说了，你和顾家的婚约是你爹娘定下的，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道，你哪能违背你死去爹娘的意愿？那可是大不孝，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婚约？他没有记错的话，书中原主爹娘给他定下的婚约可不是顾家，而是顾老爹的妹妹顾红的儿子顾清止。对呀，你和我们顾家有婚约，当然得嫁进我们顾家。哎，清理，你快出来啊，和林家林润润说一说。林润润、林安、林泉3人皆是一愣。顾清理在屋子里，那院门处修长壮硕的男人是谁？屋子里缓缓踱步出一位大约18、19岁的年轻男子。你又在闹什么？昨天到今日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闹！哼，真是脸上可跑马。喂，我姐和你没婚约，我们告辞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？是谁在无理取闹？至于满足，我们姐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全家。因为到了你家，我们姐弟仨平生头一次住上了柴房。哼，你们大山村的待客之道，真是让我们长见识了。啥没婚约啊？我小姑子顾红说的明明白白，和你们林家交换了信物，你林家要毁约可以，先把信物还回来。对，还不回来，你们就不能走。林安、林泉见屋檐下的4人眼神不善，跨前2步挡在林润润身前。给不起信物也行，驴车得留下来。我们清理堂堂秀才宫，硬是等你等到19岁还未娶妻成亲，你得陪我们才行。我爹娘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和我有婚约的是红衣儿子，可不是顾家。我就问各位父老乡亲、大娘婶子一句，红衣儿子是顾清理吗？哎，不是，顾红儿子那是顾清理啊。是门口那位嘞？哎，叫啥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叫顾清止。哎呦，这啥名啊，太拗口了。要我说，还不如我屋子里的毛蛋铁蛋好记嘞。咋了？我就问顾红是不是姓顾，他的是不是都是顾家的？和他定的婚事咋就不能是顾家的了？我娘作为顾家人，儿时卖给了人牙子换取银两养活了舅父，在侯府为奴为婢挣的月钱给了舅父娶你，出事后补偿的银子给舅父舅母盖房子置办良田土地，送顾清理上学堂读书识字科考。我娘对得起顾家，我娘给我留下的只有这门亲事，舅母还要抢吗？哎呀，荷花呢？你咋啥都抢嘞？从来没听说定了亲事还能给娘家的。这清理是找不到人家，荷花你早说呀！我娘家侄女不嫌弃她19岁了，我这就回娘家说去。你儿子19岁了，人顾清止比他还大月份吧？你咋不说？呸！柳荷花气得想吐口水。他家清理找不到人家，还不嫌弃清理，也不照照他娘家那侄女丑成啥样了。丑人多作怪。林安见顾清止站在他姐这边，好感顿生。很好，一点没怂，是个汉子。林家丫头啊，我们做长辈的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看啊，这3间大房子，还有那10多亩田地，以后都是理儿。你一个女孩子家带着2个弟弟，再过2年，你这2个弟弟要娶妻生子了呀，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财。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怎么选择，对你弟弟最好。我知道，人不光得言而有信，还得孝顺。我不能违背我爹娘的意愿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清理年纪轻轻就已经有功名在身了，以后为官做宰的话，你2个弟弟有个当官的姐夫，何等威风啊！到时啊，谁会嫌弃你林家商户的身份呢？我们自己不嫌弃就行。我和哥哥不能为了自身让姐姐背上悔婚的恶名上。柳荷花还在嘀嘀咕咕的定亲信物得拿出来，驴车也得留下来之类的，喋喋不休。舅父一直说待我如同亲生儿子，现在我即将成亲，舅父舅母无需太破费，拿出个银钱置办个3、5桌酒席，宴请左邻右舍就行了。至于婚房，既然这3间正屋是我娘出的银子建造而成的，我也不多要，
只要一间屋子给我就行。你这个破了相的煞星，克死你娘之后又来克我们一家，你娶妻凭啥让老娘出银子啊？还置办酒席宴请左邻右舍，你也不看看你几斤几两，不怕折寿啊？想着分房子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娘告诉你啊，这都是老娘的，以后都是我儿子的。你想要房子你就去自己盖，滚滚滚，都给我滚！你赶紧将那些破烂东西收拾收拾，带着这3个吃白食的滚出老娘家院子！顾清芷对柳荷花的破口大骂不以为意，修长壮硕的身躯麻利钻进柴房旁边的低矮屋子里收拾东西去了。那个老婆子一直不承认婚事，喋喋不休地揪着定亲信物和驴车。我以为今天要不大闹一场，要不势必留下一样来，想不到现在婚事认可了，也不用交下信物和驴车了。这是开窗论，顾清芷厉害着呢。见林安一脸茫然，林泉简短的解释：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，想开一个窗子，别人各种理由反对和不允许，但如果你要求拆掉屋顶照亮屋子，他们就会来调和，觉得开个窗子就行了。林安立即明白，难怪若是顾清芷和柳荷花围着信物驴车争论，怕是要被柳荷花拿长辈孝道扣上了。就怕以后日子好过了，顾家这群人又上门占便宜。现在的顾清芷没钱没地没权，他们像撵瘟神一样撵他走，但以后他有权有势，富贵无边时，他们自然也能没脸没皮的贴上来。顾清芷很快出来了，他手上是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包袱。柳荷花瞥了一眼，哼了声后不屑地转移开目光。舅父常说清理等4个弟弟和顾灵顾当2妹妹就是我的亲弟弟亲妹子，那以后清理步入官场，飞黄腾达之后，自然是要多多照顾我们才是。放屁！他清理以后要照顾也是照顾他柳家，哪里轮得上顾清芷这个煞星？舅父舅母也看到了，我身无分文又无粮食，怕是过没几日用完了林家的银子，还得回来靠舅父舅母接济一样，总归不能让我等饿死不是？这是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吗？娘，你不想想办法？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只是亲戚又不用分户，亲……哎，对了，可以断亲呀！对，就是断亲。大哥，你是读书人，你快经我写个断亲书，以后就亲信了。顾清礼只略微迟疑，立马转身进屋子。没一会儿，一手拿着2张字迹未干的纸张，另一手拿着笔墨。林润润、林安、林泉伸头看向顾清芷手中的断亲书，姓名、哪里人士、缘由全部写得清清楚楚，最后写了日后断绝一切往来，若违背此书，断子绝孙啥啥的。去，快去把你们2哥、3哥、4哥喊回来，让他们一并按手印。不能让那个煞星钻了缝隙，以后想回来门儿都没有。顾灵顾当马不停蹄地跑了出去，顾清义、顾清仁、顾清孝不情不愿地跟着2个妹妹赶回家。让开让开！爹娘真是没事找事儿，这好端端的赶走顾清芷干嘛？赶走了顾清芷，以后谁播种翻田，秋收靠谁啊？别想使唤我们！大哥走进书院读书还不下田，这都是儿子，凭啥我们没有？见了爹娘大哥阴沉沉的脸，3人不敢吱声。在大哥的指导下，大拇指沾上墨水，在雪白的纸张上按下了纸印。柳荷花检查了一遍2张断亲书。好，拿着，你这个煞星可以滚了。哎，娘，顾清芷走了，以后打了野鸡野兔还会送回来吗？吃就知道吃，你不会自己上山打啊？后山野鸡野兔那么多，哪个煞星可以逮到？你咋就不可以啊？哎，娘，你不知道，那些野鸡飞得可高了，还有野兔跑得可呲啦快，根本抓不住。好了，到时候叫那个哑巴抓了给你吃，反正他也会抓。顾红当时回来的路上，收留了2个被毒哑撵出府的半大孩子。咋的？还想等吃了上午这顿饭再走？既然千里叔和云叔回来了，等他们俩收拾好了东西，正好一起走。顾千里、顾云一听，立即明白过来。顾千里身手灵活的直接钻进另一间低矮茅草屋，顾云瘸了一条腿，拄着拐杖，一瘸一拐的往厨房走去。啊！凭啥？你滚就滚了，凭啥带老顾家的仆人走？哑巴、瘸子，你们不能走！啊，对，你们走了的话，我就去官府报官，报官治你们一个逃奴罪，逮住要去充军，你们怕不怕？仆人，逃奴，我娘可没有把千里叔和云叔当仆人对待。不管是什么，哑巴和瘸子只能在老顾家，是吗？当初千里叔和云叔是在我的户籍上，既然已经断亲，他们和我走，自然于情于理于法。你们要报官就去报，最好现在就去，不然再晚，
我们就走了。你，我去帮爷叔收拾。好。林润润想到了空间，唇角扬起笑意。柳荷花刚准备派人进去盯着，没事，厨房除了黑面、大米、白面等贵重粮食，娘全部锁在木柜里，他们偷不走的。即便打开了木柜的锁更好，等他们出来翻包袱，到时候人赃并获，送到官府。后面的不用他说，柳荷花已经明白过来，顿时脸上笑开了花。哎，林家丫头，10几两碎银听起来不少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够你们吃几天的？这顾青只没田没地，你们本来4口人，如今又多了2张吃饭的嘴，足足6口人。1天2顿，1顿1斤，你们6人1天便是12斤粮食。大米白面1斤要16文，粗粮9文1斤，哪怕是天天吃粗粮，1天都要100多文呐。啊，不是1天3顿饭吗？哎，现在外面世道乱得很，原本50文1斤的粗盐，最高也不过70文1斤。你知道现在涨到多少了吗？涨到180文1斤呐！你算算你们手里那10几两银子能买个啥呀？哼，怕是吃盐也不够吧？不好意思，昨天2个弟弟才去镇上驮了2箱盐回来，还是细盐哟，吃个好几年不成问题。你俩看我们院子里的7只鸡啊，别小看了这7只鸡，每天啊能有5、6个鸡蛋。若是你在我们家，保管你2、3天便能吃上1次鸡蛋。老子1天捡5、600个鸡蛋，天天吃，顿顿吃，吃到吐为止。你别怕，我有能力养活你。还有2个弟弟，谁养谁还不一定呢。顾千里和顾云在众人说话的功夫收拾好包袱出来了。顾千里将驴车赶了过来。没田没地，只10几两银子，你们就等着饿死好了。也就咱们这儿太平一些，出去外面碰上流民山匪，当心尸骨无存。粗盐已经180文的天价，更别说米面鸡鸭蛋。到时候咱们家吃得饱，你们挨饿可别回来。老婆子的门啊，不是好进的。已经上了车厢，在里面端正坐着的林泉轻笑，自家肯定能吃得饱，但柳荷花他们能不能吃得饱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啥钱闹的呀！老头子，赶紧去拦住他们！快去拦住他们！他们把咱们家的米全部都偷走了！顾老爹带领儿子女儿快步跑了出来，挡在了驴车面前。这些个傻钱刀的，把我们家装大米、白面、粗盐的柜子都偷走了！娘，你说什么？说清楚！刚才顾云和顾全出来时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怎么可能把装大米白面的柜子偷走了？我没有胡说，儿啊，他们确实把我们家装大米白面的柜子偷走了，不信你们去看。老婆子，你别瞎说，你好好说说丢了什么。舅父不用问了，舅母说连同装大米白面的柜子一起丢了，我们有耳朵听到的。舅母是因为我们6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跨进主屋半步，无法诬陷我们偷拿银两，所以只能说是搬走了粮食柜子。敢问舅母，这柜子是何时没的？怎么认定是我们搬走的？你们回来前那柜子还在，刚才一会儿功夫就没了，不是你们是谁？儿啊，娘真没撒谎，我们家装粮食的柜子真没了。荷花呢？大娘我老眼昏花，也看清了，里面哪有柜子哟？真没有，我看得可清楚了。我不用看就知道，车厢就那么大，坐了4个人，还怎么放粮食进去啊？从吵架开始啊，我一直趴墙头上看着嘞。林家姐弟3人加木匠叔他们，就木匠叔和那半大小子进过厨房，但他们出来带的东西啊，大家也都全看见了。是啊，总不能这么多人都看错了。见没有一人站在他这边，柳荷花急了。舅母是不是将经济粮食补贴了娘家，怕舅父责骂，怕儿女不喜，方才朝我们泼脏水的？想来也是，舅母认为女子的东西皆是哥哥弟弟的，我娘的东西是舅父的，舅母家的东西自然就是柳家的，偷偷运回贴补娘家说得通。娘，你怎么能全部给娘家？我可是你女儿，我还没吃上呢。柳荷花有口难言，急得团团转，恨不得上前撕了顾青纸。你也别怪你娘，再过个3、5年，你嫁人能换取聘礼银子回来贴补娘家，成家生子后也得将夫家的东西偷偷运回贴补哥哥。不过你和顾当比较惨就是了，别人只需要1个2个需要贴补，你们俩足足有4个，以后在夫家的日子必然不会好过的。我才不要，凭什么？就这样，在6人驾着驴车离开时，顾家哭诉声、打闹声响成一片，乱成一团。姐夫，啊，姐，你昨晚冻感冒了？林瑞瑞满脸黑线，2个直男弟弟啊，啥时候能有点眼力劲儿？
你别在意，像是口误。好了，该有眼力见的人没有，不该有的却又极为敏锐。我觉得太快。我先出去下车。明明没做错事啊，怎么心虚了呢？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哪里啊？大宁城外面的世道乱得很，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不要乱跑的好。那我们有空间在，时和目前不愁，要不要和他们一道啊？一起吧，我们3个人的武力值太弱，别说对付外面的流民匪徒，就是顾清理、柳荷花那样的，胜算估计也只有5-5开。林泉快速地望了眼自家姐姐，想不到啊，他姐的姻缘线原来在大宁国。我们提供食物，他们保我们平安，各取所需，很公平。林润润赞成，林安也赞成。最主要的是顾清只对他姐好。顾清理身子单薄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和平盛世中还行，但是在这乱世中真是不行。这读书归读书，这起码的生存能力总该有吧？我觉得顾大哥就很好，你看车门上挂着6条鱼，多肥多大呀！而且他一条都不留给那家人的做法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你说错了，顾清理那样的在和平盛世也不行，在和平盛世中他就是妥妥的凤凰男，一点聪明心机全用在新晋人身上，不想着在外面挣，可能在外面也挣不到，只想着从亲近人身上压榨。姐姐，你说的对，这一下他们没有了所有的大米白面，那一群人又得白扯了。他们的日子将要不好过喽，其中又属柳荷花日子最不好过。他们是以前日子过得太好，习惯了不劳而获，现在的日子才是他们本应当过的。正在闲聊着天的人，突然感到驴车停下来了，就见高高壮壮的顾千里向驴车后方速度特快地跑了过去。顾千里快速奔跑过去，是为了见一个姑娘。追上来相见的2个人也极为克制地各站一边，中间足足有半米多宽。2人静静地站着，半晌后，姑娘大颗大颗地落泪。这边的顾千里急了，手足无措的不知如何是好。随后想起什么，从怀中掏出一块碎布包裹的东西递了过去。姑娘没接，转身跑走了。失魂落魄的顾千里转身回来时，眼眶红红的。怪不得书中顾云逃离了大山村，顾千里却没跟着一起逃离。这一别，千里叔和这位姑娘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。等我们安定下来了，可以让千里叔叔去提亲，这样也不至于错过。哪里容易？我们6人现在连个住处都没有。小说中经常出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了，一身清贫怎敢入繁华，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。我们来看一下收获吧。柜子门上有把锁，但他们的空间他们做主，轻松用意念打开。柜子分为上下3层，下层占了一半空间，是2大布袋白面，中间层是2个小些的布袋，一袋是大米，大约20来斤，一袋是包谷面，最上面一层是3个小袋子，一袋10多斤的红豆，一袋10多斤的绿豆，以及10来斤的粗盐和一个油纸包着的红糖。哇，看不出来，这顾清理家的存库还怪多了。怪不得顾老爹一直要强调他那10几亩的田地，别人家顿顿野菜糊糊，他们家除了吃黑面馒头，还能存下上百斤的白面。没那10几亩的田地，怎么可能嘛？这里的每样东西在村子里都是好东西，难怪柳荷花心疼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平时饱饭都不舍得给做活的顾千里3人吃饱，一下子丢了精细粮食，能不哭天摸地的吗？对了姐，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出来啊？姐，你别告诉我你不准备拿出来，要靠自己的努力挣银子买粮食啊？你看看我像不像傻的？李安松了口气，喜笑颜开的将头摇成拨浪鼓。况且啊，你看看你和小弟，又不是之前的180几大高个儿，身强体壮，孔武有力的样子，现在的你俩就是2个面黄肌瘦、营养不良的半大孩子，还不得吃些营养的好好补补。这年头不长得壮壮的，一旦兵乱，只有等死的份儿。既然决定了一起，这些食物自然要拿出来一起吃。顾大哥是瞒不住的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瞒着他。至于千里叔和云叔，不用明说，即便哪天他们发现异常也没事。一来他们俩品行好，不会出卖我们；二来他们也说不出去。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姐，到时由你单独和顾大哥说。被委以重任的林润润无语了。至于千里叔和云叔找个什么理由，那就是顾大哥的事了。终于有个省事儿的。至于挣银子、种田，我们在半山上养鸡，只会种菜地上有的品种。水稻的话，秧苗和野菜分不清，小麦、幼苗和韭菜偶尔都能弄错。别说没田，
就是有田也不适合我们。我们在华国都是养鸡挣钱，在大明朝完全也可以养鸡挣钱呐，这是老本行，我们仨都熟。首先得有块地，其次这块地得属于我们，最后这块地还要特别大才行。那就去收购甘蔗制糖。我记得白糖比红糖值钱吧？只有富贵人家和当官的才能吃得起白糖，那我们直接做白糖就好了。哎，哥，这儿是北方，冬天要睡炕，下很大很大雪的北方，你在哪儿去收甘蔗呀？林润润突然想到菜地上那半箱甜菜。当大半个时辰后，驴车到达目的地，再次停了下来。林润润、林安、林泉下车看到面前的景象时惊呆了。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黑黄土地，上面杂草丛生，高处比人还高，最后方是高高的大山。林润润前后左右看了好几遍，满意的不得了。这个地方独立又安全，太适合养鸡了。这块地属于我们不？属于你。我娘私下给我留了一部分钱财，刘冉舅父就没发现。前些年我大了后也会偷偷去南阳郡，倒腾一些买卖，存下了笔银子，勉强购买下这里了。等把你安顿好，带我去安阳城，这块地当做娶你的聘礼，可以吗？老天，还有男人主动提起聘礼的？我娘留在里面的还有玉簪子和玉手镯，我担心卖了以后买不到成色那么好的，就留了起来。金的和银的都卖了，你放心，我会挣银子，以后买来再补上，你别嫌弃。不嫌弃。一旁的林安、林泉更是满意的不得了。要知道，换成顾清理那一大家子的话，别说主动出聘礼，极有可能再打他们手上10几两碎银子的家当。啊，姐，你过来。待林润润过来后，小声说道：“哎，姐，他将家底透露给我们了，正好你也趁这个机会透露给他。还有这块土地啊，至少上1000亩，就算荒地不值钱，也太多了吧？我觉得要不放你和顾大哥两人的名下。”哎，对，好。林润润走到顾清芷面前，将林安、林泉的意见说了，又道：“我有个事要和你说，不过要在不能被千里叔和云叔看到的地方。”好，跟我来。林润润连忙跟上，绕过高过人的茅草和密实的野草，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座小小的茅草屋。舅父舅母不是宽厚之人，我和千里叔、云叔经常饿肚子，打猎捕鱼时偶然发现这块荒地，便在这建了这座茅草屋。你看，屋子前的黑坑是我们打猎捕鱼后烤了吃，烧火留下的。蛮聪明的嘛，怪不得你们身体比那一大家子壮实。若不是千里叔学会了打猎的本领，又教会了我们3人即便是没有饿死，怕是身体也拖垮了。以前的过去了，给你看样东西，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将柳荷花厨房中的柜子拿出，摆放在堂屋中，简短说了一下空间里有什么东西以及用处。只有我们4人知道，不是不信任千里叔和云叔，而是这样的宝物越少人知道越好。顾清芷从一开始的惊讶中快速反应过来，人心叵测，除了我们4人，以后不管在任何地方、任何人面前，你皆不要表现出来。随后想到回头让云叔给润润做个背篓，出门在外实在需要拿东西时，可以假装从背篓里面拿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当然知道呀。这些粮食怎么和他们说？还有这个柜子，是不是比较好认？是毁了当柴火，还是继续收起来？不用毁，这是云叔做的柜子，选的木材结实耐用，毁了可惜。等会让云叔改一下，不会被认出来的。柜子以及粮食是我昨夜运过来的。至于你那宝物的其他东西，先不要拿出来。等吃过了早午饭，我和全弟去趟安阳城，一来呢去官衙将土地买下来，二来买些开荒的农具，三来你宝物有需要拿出来用的，也可以借此超市买回来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真棒，想得好周到全面啊！你同意就好。我去把鱼给收拾了，等会儿烤给你吃。你先休息一下啊。啊，说的好好的，怎么人突然跑了？还有休息？这茅草屋干净的一眼望到头，在哪儿休息？姐，说。姐，我还以为这和华国一样也是秋天，原来不是。怎么会不是？现在才4月份，确切的说是4月初7。我刚听顾大哥说，他今天去安阳城买种子才知道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开荒种粮食？对呀，我们有这么一大片土地，不种粮食不是亏了？况且种植基因和天赋可是深深埋在每一个中华家人的骨子里的。是啊，你想啊，大娘朝乱得很，就算没乱到安阳城，但是外面打仗哪有不影响粮食价格的？到时候价格高的离谱就算了，还不一定能买得到。即便买到了，运回来的路上也是风险重重的。我们守着这么一大片土地，完全可以自己种啊。
就是好一部分进空间，一部分放地窖储存，不打眼又空间满满，多好呀！高筑墙，广积粮，先广积粮。唉，原本准备喂鸡的玉米粒有1000斤，大米2000斤，小米800斤，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估摸着还剩900多斤，加上零零碎碎囤的5箱细面、3箱宽面、5袋白面，外加方便面、螺蛳粉、酸辣粉、粉丝，主食估摸最少有5000多斤。我们6人一天做6斤，一年大概在2100斤。这些粮食至少能吃2年多。2年后，新种的粮食已经收了2-3茬了。鸡蛋除了供应我们每天吃之外，用作孵小鸡，再买些鸭蛋、鹅蛋一起回来孵。到时候鸭生蛋，蛋生鸭，哎呀，有咸鸭蛋和烤鸭吃了。姐，要不要再买几只小猪仔回来养啊？猪全身都是宝啊！卤猪蹄儿、卤大肠、卤猪耳朵、卤猪尾巴，还有红烧肉、红烧排骨、糖醋排骨、爆炒腰花、香辣猪肝、红焖猪蹄儿、猪肚鸡汤。我后悔了，昨天为啥看小说偷懒不去买猪肉？不然说不定今天就吃上了。没事，我们不是还有10几2岁银子吗？你要特想吃，顾青只带我进城的时候，跟着他去买一些不就得了？等小猪仔买回来了，以后还不是想吃多少有多少？还是等小猪仔买回来的吧。啊，我刚问了顾大哥，包谷也就是我们的玉米、小米、棉花等等也有，但山芋和土豆这2样是没有的。农户人家大部分吃黑面馒头和糊糊，所以良田哪怕是次田价格贵，也要好几两一亩，而土地便宜也没人要。加上包谷和小米产量不高，开荒时费力不划算，村民一般围绕在村子周边开荒，这儿的土地才能一直荒芜下来。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小弟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多的种山芋和土豆？对，这黑面馒头是真的这个刮辣嗓子呀，和黑面馒头比起来，山芋土豆太好吃了。最主要的是山芋和土豆产量大呀，到时候收留进来的人只用极少一部分的土地全部养活，剩下的土地以及人力就能全部用来挣银子了。干脆拿出几个山芋和土豆烤了吃。和千里叔、云叔说，是我们来的路上饿得吃不消，在树林子里找到的，挖了好多，一路吃到大山村，就剩下这些了。要是都觉得好吃，反正我们记得路，到时再去挖了回来种。这说法行不行？行。大山村顾家。哦，娘，这也太稀了吧，这怎么吃得饱？你就知道吃，家里大米白面连柜子一起都没了，你咋还能吃得下？没了就没了呗，反正里面的白面大米我也吃不到几口，黑面和包谷还带不就行了，又不影响我吃黑面馒头。四哥说的蛮对的样子，对的样子。哪里还有盐还有红糖？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老娘我都不舍得吃，全便宜了外人。娘，真不是你偷偷贴补了大舅家？你个讨债的，你要我说多少次？我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啊！真要是全拿去补贴你大舅，你爹还不得休了我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顾青日昨夜搬走了。睡厨房的是顾云那瘸子，他们就是一伙的。哎呀，老头子，咱家养了几头白眼狼呀！闭嘴！我每日早上起来特地去厨房看了一圈，你不也是？那时还好好的在，你怎么不说？老头子，你说是不是咱家不干净，他回来报复？要发疯回你柳家去发，再胡言乱语，当心老子休了你！柳荷花诺诺的不敢吭声。我不要光喝糊糊，我要吃馒头，我要吃肉。啊，对了，早上顾青只带回来那一串大鱼在哪儿？我要喝鲜鱼汤。喝啥喝？你没看到那傻星直接把鱼挂在门外，连带都没带进来。他这是早就想好了要走。哼，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要我说，就不该撵顾青之走，有他在，家里时不时能吃上野鸡、野兔和鱼虾。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还带走了哑巴和瘸子，现在田里地里咋办？5月就要种包谷了，谁耕地谁播种？我话摆在这儿啊，要我干也行，大哥也必须下地干活。凭啥是我一个人干？我又不是傻。大哥科考当官了，坏乎的还不是大哥吗？跟我有啥关系？再说了，外面世道那么乱，科考说不定就要停了。顾青离双眼射出恶狠狠的光，恨不得将眼前的顾青人千刀万剐了。哎，娘，姑姑还要留下什么东西啊？留他的东西下来做什么？晦气吗？为啥晦气啊？他被人搞大了肚子，灰溜溜的回来丢我们的人，还不晦气？娘，姑姑也是被卖过去的，不是她自己想去的。我听说主人根本不把仆人当人看，姑姑孤身一人在那儿，能有什么办法？那他不能自己寻死了结，哪怕带着那个孽障死在路上也好，
回来让我们在村子里抬不起头，被人指指点点，日子多难过啊！我看娘用姑姑的银子用得很开心啊。要是觉得姑姑脏，看不起姑姑，那干脆也别用她的脏银子。你这两个丫头片子，早晚嫁出去啊，省得在家气我。哎呦喂，这日子越发难过，没一个能省心的。顾经理看着眼前为了一口吃食争吵不休的家人，眉头蹙起。不行，他要找到林润润，从他们手上拿回姑姑唯一的遗物。现在只有林润润手上有当初定亲时姑姑给的信物了，只要有了信物，才能去京城找侯府，摆脱这一家子没品行只顾自己的人。你们先糊糊太息，顾清芷那边说不定连这西糊糊都喝不上，等着吧，说不定没2天他们又回来了，到时候啊，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没田没地没食物没银子，还不得饿死他们。顾清芷、林润润确实没有西糊糊喝，他们正在吃烤鱼，啃香喷喷的烤地瓜、烤土豆啊，还有一只烤兔子，顾千里喂完驴抓回来的。林润润刚啃完一只兔腿，就见顾清芷厚实宽大、布满疤痕的手掌又递过来一只。饱了饱了，吃不下了，你吃哈。你别在意，本该你一人吃的。林润润想说没啥该不该的，抬眼发现林安、林泉两人见顾清芷对他好，脸上那是满意的不得了。好吧，烤红薯吃不下了。顾清芷咬了一大口土豆后顿住，迟疑的慢慢嚼完咽下。你说这个适合喂猪啊？唯一不好的就是喂这个还得剁根煮，太麻烦了。为何呀？如此好吃的东西拿来喂猪？因为太多了呀，根本就吃不完。一亩能收多少斤啊？高的话3000来斤吧，一般在2千斤左右。那山芋也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山芋高的6000多斤，一般3-5千斤差不离。你确定土豆和山芋无需种在良田里，而带沙子的土地也可？带沙的土地种它们最适合了呀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土豆和山芋就是要松松软软的土地，光照好，它们可劲儿长，长得老大一坨，老大一堆。而且带沙子的土地好耕种，以后采收的时候也方便。毕竟这2都是要挖地的嘛。你姐最爱吃这个，不，我姐最爱吃米饭，面条也吃，但吃的少。山芋土豆是偶尔搭配了吃一下的。以后你姐姐依然顿顿能吃上大米和白面。等等，那个姐夫啊，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个我呀？他也爱吃大米白面呢。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他还不如多多挣银子，将这辈子吃的白面大米买来存放在空间里。反正他们3个试过了，空间里的东西放进去啥样还是啥样，不带变的。在新的落脚地吃完满足的第一顿饭后，6人分工明确地干起活来。顾清芷和林泉两人带着户籍单子和银子，驾着驴车出发去安阳城。买完地还需要买些生活用品。顾千里见驴车走远后，他拿出之前挖出的镰刀，围绕着茅草屋将周边的野草一圈一圈地割掉。主子说这趟进城他们会买回些母鸡回来，以后就有鸡和鸡蛋吃了。他也得趁他们回来前用野草搭建好鸡棚。林润润此刻正在看林安和泥。姐，要不弄3-5个灶洞，2个灶洞感觉太少了一点。弄3个吧，多了也没那么多锅呀，放那儿也是浪费。行，那我再垒个大气的灶眼儿。顾大哥说我们人多，他买个大铁锅回来，到时候炖煮和烧洗澡水方便。林安说完，在离双灶洞稍微远些的地方又做了一个大些的灶眼。树底下的顾云在做案板，夫人说晚上做面条给他们吃，还是白面的，他得赶快把案板做出来，不然没地方揉面。夫人还说等母鸡买回来了以后，鸡蛋人人有份，不用分，保管他们能吃到饱。夫人是真好，碰上好主子，心中有了依靠，对未来满是希望。顾云手上更加利落，只花了大半个时辰就将宽大厚实的案板做好。这边刚做好，那边顾千里搭建好鸡窝，并搬过来几块大石头，在灶洞旁边码放整齐。一切弄好后，拿上弓箭，又前往后山捕捉野物去了。姐，我一直以为我算是非常勤快的了，而且干活利落极了，这和千里树比起来，我才哪到哪儿啊？又看向大树下开始坐板车的顾云。别说千里树了，就是云树我也比不上啊。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优点，你看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，这点就很好。林润润，闭嘴！别没大没小，小安。两人斗嘴归斗嘴，干活却一点没落下。临时的简易灶洞建好，林安到旁边挑了块离水源近的肥沃土地，用之前顾千里刨出来的锄头开始挖地。两人一个翻地，一个在后面撒种子。
林润润、林安两人播种完，又移栽了一些韭菜根部，突发奇想，浇了一些空间里的山泉水，然后拍拍身上的泥土回了，耐心等待，明天过来看试验效果。到了晚上，顾清池、林泉两人回来，车厢里带回来很多买回的各种蔬菜和种子。顾清池先将车架上装满鸡的鸡笼递给等候的顾千里。千里叔，你收拾一只鸡出来，晚上我们吃鸡汤面。顾千里之前听到晚上吃面条还是白面，且他们也一起吃时，已经深深觉得不配。如今听林润润说是鸡汤面，本能的摆手拒绝。其实是我们想吃了，麻烦千里叔杀鸡，辛苦了啊。顾千里连忙摇头，杀鸡有什么辛苦的？他经常收拾野鸡、野兔和鱼，做这些无比熟练。傍晚的风带着凉意，土坑里燃着木柴，烧得噼啪作响。没有桌子，林润润在案板上先将食物分好。哇，我姐的手艺真没话说。有姐的孩子就是宝。我也这样认为。快端过去吃吧，千里叔和云叔还在后面等着呢。好，你的我一并端过去。顾清只听话的端起案板上的2份面条，往火堆走去。当香浓的鸡汤伴着劲道的面条入口，当爽脆的青菜伴着弹牙的鸡肉入肚，火堆旁顿时只剩下吃饭声。一整盆的食物连带汤汁全部下肚后，每个人饱到就差打饱嗝了。林润润本来有一搭没一搭的问林泉安阳城的现状，猛然想起来买地的事儿。我们买成功了没？是80两买的吗？买了多少亩地啊？姐，不但成功了，还比预计的银两少。咋了？顾大哥认识冠崖的人，给抹了零头。我才知道这片土地一眼望不到头也是有原因的，好几千亩呢，当然望不到头。你们别看这荒地在这儿没啥用，要是真要买，官府那些衙役一个一个把这当做金疙瘩似的，50两银子只能买到其中的1000亩，剩下的免谈。然后呢？后来顾大哥和师爷说借一步说话，说50两买地，另外出10两银子归师爷一个人，10两银子给各位衙役兄弟喝茶当交个朋友。师爷顿时笑眯了眼，将顾大哥好一顿夸。那些衙役和顾大哥更是称兄道弟起来，写地契的时候更是大手一挥，直接将河湾内一直到后山处全归我们了。现在只花了70两就买下了这片地，你们说顾大哥厉不厉害？也就是说，河流环绕的地方一直到后面大山处全部是我们的，那得多大呀？厉害，终于能放心的开荒种田了，还能挑选地方盖房屋。盖房子？茅草屋现在还好，冬天大雪天气你身子弱，吃不消，入冬前需要把房子盖好。顾大哥，你是怎么想到这法子的呀？朝廷无能，官员腐败，清流官员要不辞官归田，要不被迫害致死，外面又连年战乱，免不了生。安阳城官员的俸禄怕是许久未曾发下来了，所以他们见有人置办田地，心底自是喜悦的，但是为了私利，又会格外刁难。得到了他们想要的，这刁难便不复存在了。谁说带兵打仗的将军只是粗鲁的武夫？顾大哥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。好。哥姐，看书时我只知道大宁朝混乱，但没想到外面已经乱成了那样。有多吓人？多吓人啊！没有法纪，没有秩序，甚至也没有规则，谁拳头硬，谁力气大，谁人数多，便能称王称霸。有没有具体点的？街头无故被拖进巷子的美貌妇人，她夫君在一旁苦苦哀求，被踢倒在地，死死压住。那些小商贩被抢了东西不敢追，道路两旁隔几步便是饿得瘦骨嶙峋的人抱着孩子乞讨，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。而官衙里面的衙役东倒西歪，白日里便是喝酒摇头子作乐，酒楼里取笑声不断，布庄里粗布堆成山，绫罗绸缎倒是卖得很好。听完林泉说的，林润润和林安垂下眼帘，半晌同样叹了口气。外面的我们管不了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强大自身。山芋用藤子杆插就行，估摸菜地里的只能种几10、20亩，5月前必须种下，加上翻土栽种的时间，重新育苗恐怕是来不及了。土豆切块，每块上面要有芽眼。菜地里的土豆估摸10亩够呛。1亩山芋的产量够3、5个人吃，10亩是300、500人，扣除老者、孩童、生产的妇人这些，我们这儿正值壮年的劳动力最少保持在3、500人用起来才方便。这最少也要种个100亩地才放心呐，30亩太少了点儿。林润润听得啧舌。天刚蒙亮，林润润3人就醒了。姐，你醒了没？我们能过来不？醒了，过来吧。姐，你快看空间。云里雾里的林润润照做，空间里和昨天早上没有什么两样，
有什么问题吗？看什么？来姐，你仔细看看，西瓜、香瓜、丝瓜，还有黄瓜、西红柿，绿叶菜就别看了，那个看不出来啥。林润润跟着指示又仔细看，